日本二战后是否对亚洲国家进行了赔偿？而中国作为日本侵略受害最大的国家，竟然放弃了对日本索赔的权利，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而东南亚相关国家，包括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印尼等，是否获得相关赔偿了呢？二战时期，日本为了摆脱他的小国命运，竟然发动了战争，侵略战争，结果吃了2颗原子弹后，选择了投降。作为战败国，他有需要向战胜国支付赔款，甚至是割地，这当年清朝可做了不少。而德国，它也是个战败国，但其下场比日本惨太多了。所以是欧洲人太计较，亚洲人太善良，所以以致这2个战败国的差别待遇这么大。战败后的德国不仅要赔二战所造成的损失，连一战还没有赔完的都要给我继续赔啊！而一战时的赔款将近10万吨黄金，德国在2010年才赔完了。而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在1918年结束的，德国在2010年才赔完，赔了将近100年了。而德国的二战赔款高达1223亿马克，约700亿美元，要赔到2030年才结束。那问题来了，那日本需不需要像德国这样也赔到这种地步呢？当然是，日本不需要。大家好，我是尼克斯，一个专注于国际知识的频道。如果你还没有关注的话，现在是时候关注了，还有记得打开那小铃铛，我会每周更新。上一期我就谈到了马来西亚为什么会淡化日本的侵略历史呢？如果你没有看的话，请按上面链接去看片或德西拉频道找也行。二战结束后，根据国际法，有资格向日本索取战争赔款的战胜国一共有13个，他们分别是中国、美国、英国、苏联、荷兰、澳大利亚、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缅甸、越南、老挝，还有柬埔寨。不过在这13个国家里面呢，前面7个都放弃了对日本要求赔款，而后面的那些就得到了赔款。而这前面7个可能觉得，我只是要给你日本一个教训罢了，要你臣服，要你服罢了，我不需要那些钱，也不缺这些东西。到后面那6个国家呢，原本发展已经落后了，但又被你日本这样子搞一搞，损失更惨重，所以没办法了，日本你要给我赔啊。然后看到这边，你可能觉得，为什么马来西亚、新加坡没有了，没有在名单里面呢？我们马来西亚、新加坡没有资格向他要求赔款咩？那我前面讲了啦，战胜国嘛，马来西亚、新加坡由始至终都没有向日本宣战，宣战的是英国。马来西亚、新加坡那时候只是英国治下的一个地区而已。韩国也类似，韩国那时是日本的殖民地，那时候不是韩国，叫做朝鲜啊。泰国更加没有了，泰国那时候是日本的同盟国嘞，还为了日本向这些战胜国，也就是同盟国，宣战。1951年9月，美国方面邀请了52个国家在旧金山举行对日和会，也是在决定要怎么处置日本嘞。而当时的马新还是英国的殖民地。而英国这个爸爸在旧金山峰会上放弃了向日本索赔的权利，所以在法律上已经没有权利、没有资格向日本争取战争赔款，所以要怪只能怪英国人了咯。但在新加坡的助攻下，马来西亚也成功争取到2500万的战争赔款。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1962年，新加坡机场附近的建设工地石岐那一带发现了600多具尸骨，是日军当年占领新加坡时屠杀华侨的遗体，也就是上一期我说的肃清大屠杀他们的遇难者的遗体。如果你没看的话，请按上面链接去看没，或者下来频道找也行。过后，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主持下，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探索和挖掘工作。期间发现近100座乱葬岗，分布在25处地点。于是，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开始游说新加坡政府向日本施压，并发动示威，要求日本政府赔偿和公开道歉。若无合理结果，将对日本发动不合作运动，以及要求政府停止日本人入境和抵制日货。在众多华人和反对党的压力下，由李光耀领导的新加坡自治政府也表态支持向日本索要赔偿，宣布将不再颁发入境签证与日本新工业和商业计划。而新加坡争取赔款这件事也得到马来西亚以东姑阿杜拉曼为首的政府支持。1966年10月25日，日本政府就与新加坡达成了协议，日本支付新加坡2500万新币正款以及额外的2500万 DC 贷款，宽限期为5年，期满后还款时间为18年，年利率只有5.58%。而日本拒绝将此称作为赔款，而是以提供资金方式给予的一种赎罪方式 gesture atonement， 或是称作补偿或无偿援助，并拒绝发表正式的道歉声明和承认肃清华人大屠杀的法律责任。此态度也被认为日本担忧会引发连锁效应，避免促成东南亚各国提出相同的要求。
1966年10月25日，在宣布与新加坡达成协议的同一天，日本也与马来西亚缔结一道类似的协定，日本也将支付马来西亚2500万马币作为赎罪。那时候的马币和新加坡是等值的，也是3.5倍啊，不是杀3.5，我不是3.5啊。所以是两边一样多。马来西亚是在1973年才推出与新加坡和文莱签署的货币等值协议，之后才是相差这么远的那个汇率，之前都是1块钱对1块钱嘛，等值的挂钩的。在这场二战呢，日本一共支付了22.3亿美元的战争赔款，其中印尼索取了2.23亿美元，菲律宾索取了5.5亿美元。缅甸索取了1.4亿美元，越南则索取了3900万美元，后又追加85亿日元。老挝索取了10亿日元，柬埔寨索取了15亿日元，韩国得到了3亿美元，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各得到2500万新元和马币。就连曾经与日本结盟的泰国也得到了150亿日元。所以总结，作为战败国，德国赔了700多亿，而日本只赔了20多亿美元，所以差别很大下。这个是欧洲和亚洲的差别。所以作为亚洲人的你，对这个赔款感到满意吗？欢迎在下方留言，让我们一起交流吧。好，我今天分享到这，喜欢的话欢迎点赞、关注、分享，还有记得打开你的小铃铛，我会每周更新。如果你想看李光耀当年如何差一点就被日军给毙了，可以点击上面链接去看，或等下来频道找也行。好，我是尼克斯，尼克是一个专注于提供国际知识的频道，我们下期见，拜拜，记得关注或订阅哦，拜拜。